有请主持人赵创。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专家周小鹏周老师，欢迎；陆启陆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严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了解一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很甜蜜，但后来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在他心里好像任何事都比我重要，而且一吵架他就和我提分手，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他总说我不在乎他，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都是他在无理取闹，一点事情就要和我闹情绪。我们总是因为各种小事吵架，吵了虽然和好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我就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我们还应不应该在一起。我现在也很累了，今天来希望可以好好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掌声请出这对小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龚22岁，来自江西学生；女嘉宾小何22岁，来自江西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经常跟你提分手是吧？所以你不知道他在不在乎你。这个感觉除了他跟你提分手之外，还有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呢？还有就是他经常没时间陪我。我们谈恋爱这么久了吧，他每到周末，他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回自己父母家。对，因为我现在目前家里我爸他出去出差了嘛，很久回一次家，然后家里就只有我妈照顾小孩，还有一个老人，特别辛苦。我那时候也跟他说了，1个礼拜回家一次照顾我妈妈。那你家里人需要照顾，那我就不需要照顾了吗？我一个人在外地上大学，我容易吗？我放假，我平时周末又不能回家，你是我男朋友，你不陪我谁陪我呀？清明节你也没有陪我呀，是吧？清明节都陪你干嘛？因为我家有一个习俗一个情况嘛，我家里的长子就必须要回去祭拜一下先祖。那你国庆节也不陪我呀？那也是因为我回到家以后，我爸他刚好回来了，我妈那边已经订好了去博物馆的票。因为我爸很难得一次回来，很难得家里人一起去聚，叫我跟我同学能不能妥协一下，往后延一延。那你什么都能推迟，什么都比我重要，那你还找女朋友做什么呢？对呀，他周一到周五陪你了，周末回去陪家人，帮着干点活，好像也说得过去哈。日常对你怎么样？他经常对我承诺的一些事情他也做不到啊。他上次说我们2个去逛街，然后我看中一个很好看的口红，当时吧我试了一下，我觉得那个色号特别好，我也很满意。他当时就说要不我给你买吧，但是他到现在也还没给我买呀。价格大概也有400左右吧。当时我身上没有带那么钱嘛，因为我自己本身一个经济情况问题，自己在兼职，然后想存点钱给他买这个口红。但是我发现就是光是我们2个出来玩，就出来逛街什么的开销，超出了我这个兼职存下来的一个钱的一个开销嘛，存不到什么钱，就一直这样下去，就没有给他买到这个口红。你如果没钱买的话，存不了那么多钱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也能够理解你，但是你也别给我承诺呀，你承诺了你就要做到啊。不是，他承诺你的是今天买、明天买、后天买，还是说在这辈子我们俩的最后那一刻我送你一支口红？他的承诺是什么，姑娘？他的承诺就是说等我攒到了钱我给你买。钱不是还没攒着吗？但是他那个生日礼物的那件事情你又怎么说呢？生日礼物我不是也送了你吗？虽然说事情也比较忙，但所以到生日那天我才记起来要送你生日礼物。可能他那快递晚了1-2天，但是也是一样送到了呀，我还送了你礼物啊。生日为什么要叫生日？就是在那一天才算是生日啊。那1年就过那一次生日，你都要给我推迟，那就只能证明我在你心里也就那样吧。还有你压力大，我压力也大呀。每次我们一吵架，你就跟我闹分手，我一闹分手，然后你就同意。那你为什么要闹呢？因为我委屈啊。
就是都为什么事儿闹过分手啊？又是国庆的那一次嘛。然后前一天他跟我讲了他家里有事，那他有事我也有事啊，是吧？我也推了好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就跟我说他不能去了，我就有点生气，我也没有理他。然后第二天他也是对我的脸色不是很好，我就更加生气了。那我那天晚上啊，吼了你那么久，发了很多信息给你，你也没有回我，那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累，心里很不舒服。到了第二天早上啊，还是一副那样的一个脸色在那里。那后面到了地铁站的时候，我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然后我就只好说分手，然后你也没有追我呀。我再这样下去，我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结果一样的。后面我不是也反省了吗？找你认错，我们不就和好了吗？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又因为同样的事情吵架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也约好去兼职嘛，结果就是兼职没有赚到什么钱，然后我们两个出来的时候开销也很大，就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我当时也哄了他，结果他一路上就是什么话也没说，我就给了他2个选择，就说要么我们就继续这样努力下去，这样改变一下现状嘛，要么就是不要过了。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分手。上次也是他朋友过生日，然后叫他去酒吧喝酒嘛，他之前答应过我，你不会喝酒吗？我那个时候说我不会喝酒，就意思就是说我那时候不会喝什么酒的，我最多也就喝那么1、2杯。刚刚他可能听错，就说我一直不会喝酒嘛。不会有很多意思啊。你当时说的那个意思，不会有不喝不去喝是吧？至少2层意思。你理解的是？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喝酒，他永远不会喝酒。所以你就闹了之后你又烦了你又说分手，是这意思吧？对，因为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情况嘛，然后那边又吵，可能回答信息就比较晚，就会说是没有回到他什么信息。结果他那天就跟我闹这个情绪，我就很不开心。那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啊！你对我的承诺就这么不上心？那也不全是因为我的问题啊，后面也在跟我抱怨，就是总是拿别人男朋友跟我来比。5·1那天假期，他看到朋友圈，那些男朋友带自己女朋友去旅游去玩，跟我说这些，我当时我就跟他说，咱们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那这也不是我故意找你茬呀。那一天我室友他们都出去玩了，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我一打开朋友圈，那全是这样的信息。况且去旅个游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吧，只要我们之前做好打算，然后查一查攻略，来个穷游也是很好的呀。小姑娘今天来干嘛呀？我今天是想请各位老师给我们2个人一些建议的。什么建议啊？就是关于这些冲突矛盾的建议。我能先问几个问题吗？就男朋友到底是用来干嘛的？男朋友给我一个保护的呀。当初看上这个小伙子什么了？我觉得他挺善良的，还蛮会照顾人的。虽然有时候吧，很多事情想不到，有些木讷。女朋友是干嘛的呀？照顾你还是你照顾她？其实我很想照顾她，但因为我自身的一些情况、一些原因，所以往往有时候会忽略到她。你的学费啊，什么是家里还是自己挣的？学费可能还挣不到那么多，但是我会全部拿出来就充当学费。生活费呢？生活费也是自己兼职嘛。如果说是实在没办法，身上没有钱，只好跟家里人说。其实你现在读书的阶段等于自己挣钱，然后读书，不够的让家里稍微贴补一些，是吧？对对对。经济情况紧张吗？家里？挺紧张的，有点紧张，挺有压力的。那你觉得谈恋爱的时候，这个你有压力吗？也一样有压力，因为2个人的开销嘛，大部分都是我来出的嘛。这个你了解吗，姑娘？我一直知道他挺不容易的，每次他快没钱的时候，我都知道啊。然后我也会主动的去买单，有时候稍微有一点那些照顾不到的地方，我就有一点点小脾气，我也没有真的跟他生气。所以在你心里面，要的男人是说，我可以随时发脾气，你只要随时能哄我就行了，是吧？也要有实质性的。男生今天来这个地方是干嘛呢？其实说实话，我来这里确实因为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嘛，因为这些矛盾、这些问题，然后让我很累。但是
我还是希望就来这里能够请各位老师帮忙出点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嘛。你虽然在主观上身体很累，但是从主观愿望上说，还是想跟他走下去。对，想找一个能让这段关系变得轻松的一些方式，是这意思吗？是是是。如果就是一直这么累下去，还要吗？可能不会吧。好，每个周末都回家，对吧？而且女朋友又那么黏你，有没有想着相邀这个女生到家里面去玩一下？谈了2年了嘛，我不是说见父母啊，就是邀请同学到家里玩玩嘛，看一看，想过吗？这想法其实也有想过，但是也因为实际情况实在是不好那个。你指的实际情况不好那个是指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家里人还是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嘛，所以家里人不希望你这个阶段谈恋爱，这是你给我的答案，也不是说是不让我谈恋爱，就让我有分寸。明白。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你这恋爱谈得好累啊！我先问你第一句话，如果你对女生讲，亲爱的，我买不起这个口红，你说得出口吗？很难说出，因为我知道他喜欢。这支口红多少钱？女生300-400。他一个月打工大概能赚多少钱？一个月的话，我做兼职现在是1000，平均算下来，你这1000块钱里边包含了一部分的学杂费，包含了你的日常生活费用，包含了你们2个出去的开支，还有你要买的这些礼物。对，我可以算，所以400块钱的口红对于你来讲算是价格很昂贵的。所以男生，我说你谈恋爱最累在你永远在讨好别人。你第一想要讨好女朋友，第二其实你也想要讨好你父母。你说我知道妈妈很辛苦，我想回去陪妈妈，可是你在跟妈妈爸爸之间和跟女朋友之间，你从来不敢袒露你自己的心扉，你总希望去做别人想让你做的事情，可是你从来没有真正为你自己做什么。所以一旦你们2个出现矛盾，你就想要逃离。我倒觉得你们2个恋爱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女生不是一个特别物质的女孩，可恰恰在于你自己的这种过于好面子的心理。可是你别忘了，对他来讲，或者对大部分人的恋爱来讲，谈恋爱他们要的是2个人能够彼此真心的交流，真心的告诉对方我能做的，我不能做的，这是首要的。如果你在恋爱当中你连真心话都不敢讲，这个恋爱就不是真的恋爱了，那只是为了迎合别人而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你还想跟他真正在一起，首先把你想要讲明的话讲明，跟他商量好的事情坚决的做到。跟父母那边，我倒认为你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告诉父母我有好好工作，我有好好学习，我也会好好谈恋爱。那相反，对于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其实你的男朋友他就是一个没有经济能力还要靠自己打拼的男人，他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在他有责任心，只是他现在有责任心，但是没有那个能力去扛你们2个需要的经济。所以你不妨给他一点宽松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精力为你们未来去打拼。好的爱情一定是建立在互相彼此真诚对待的基础上，再去共创未来的明天。所以我希望你们明天更好，而不是现在变好。谢谢。好，谢谢周老师。来，陆琪老师。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家庭、事业、爱情、学业，你要排行怎么排？现在？学业、家庭、爱情、事业。其实你们2个人的问题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学生时期的生活重心的问题。有一些人在学生时期他全心全意的谈恋爱，我把它叫做全职恋爱。有一些人呢，他是恋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它叫做兼职恋爱。你们2个人就是一个全职恋爱遇上了一个兼职恋爱，这里面没有对错。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我觉得你们2个人都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考虑的。首先，一个姑娘，为什么你在整个学生时期你的生活的重点会是爱情？这是你要想的啊。男生，我觉得你打工啊、挣钱啊、照顾家里我都没有什么问题，唯一要想的问题是，为什么你制定了一个计划，制定完了你就觉得我已经把它执行完了，没有去兑现这个承诺。如果你不能兑现承诺的话，为什么要对一个把爱情看得很重的姑娘，在她面前去说我答应为你做什么事儿？你把承诺太轻许了。说白了，你要为爱情投入一点精力，你要为爱情找一点兼职。
谢谢。好，谢谢文琪老师。来，严老师。女生很可爱，说话细声细气的，即便是在埋怨男朋友，听起来也挺温柔的。我觉得你在这段恋爱当中并不可爱，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家庭状况不好，要靠勤工俭学，而且很孝顺，很愿意承担家庭责任，去陪伴父母、照顾弟弟妹妹的这样一个男人，甚至你都不知道他一个月打工只挣1000块，你说100-200，你还因为他不给你买400块钱的口红站到这里去指责他。如果你真的是全情投入的去恋爱，去爱这个男人的话，你应该了解他的全部，你应该特别自觉的说，那你辛苦的时候我帮你，我们现在经济条件不好，不买贵的东西，这是爱一个人的表现。整场听来，你对他的爱情就是在索取。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生，你也要学会去照顾他。你刚才说男朋友是做什么的？就是照顾我啊，凭什么呀？男人照顾女人是因为他可能从体力上，从某方面能力上可能会比你强一点，可以照顾。其他方面呢，他不需要女人的照顾吗？可能我说的话重一点啊，我相信你们之间相处，你一定有温柔对他好的一方面，我就不说了，我们就说你表现得不够好的地方。如果能改进，我觉得你的爱情还可以继续。我知道我说你的女朋友的时候，男生心里也不是滋味，对吗？但不客气的讲，他今天变成这样，你的责任很大，自己扛不起的责任，自己承担不了的所有，为什么全扛在自己身上？你全部担在肩上，他就不会成长啊。所以有时候男人在爱情当中示弱，其实挺好的。你把你自己的不如意，把自己的不能够承担的事情告诉他，让他陪你分享，让他帮你承担，你们的爱情会更紧密，你们的心会更贴近。爱情当中成长是相互的，如果任何一方自己一定要充面子，或者说是认为自己那么就应该扛起担子，反而会让爱情的天平一边倒，最终走向你们现在这么不愉快的状况。所以都需要调整。我说的严厉一点，其实是因为我觉得2个孩子都不错，希望你们能够调整身上不太恰当的地方，让你们的爱情继续走下去，好吗？供你们参考，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不轻诺，故我不负人；不信诺，故人不负我。你要不是轻易的许下一些可以答应他的一些条件，他就不会生气。他如果不信你当初给他承诺的那些条件，那他也不会觉得你欠他。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你必须的清醒的知道自己是谁，对方是谁，我有多少时间付出到这段感情，我有多少金钱可以付出到这段感情。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条件，对方有多少时间和金钱能付出在这段感情当中。当年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我只有400块钱，我连自己的烟钱都没有，而且我每天晚上做晚间的谈话节目，我也知道晚上我不可能跟女朋友去压马路，所以我也不轻易的做这种承诺。所以现在是我的老婆，当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她也从来不向我提这种要求。她知道我晚上要上班，所以她不提要求说我们要看电影。她也知道我只有400块钱1个月的实习费，所以她从来不会跟我说要带我去吃牛排。她尊重我，也心疼我。她甚至会把几十块钱烟钱偷偷的放在我的口袋里，而不会像你一样给我买支400元的口红。这种话说都说不出口。所以如果你心疼她，你怎么会提这种要求呢？老师，我能说一句吗？你说。这个口红当时并不是我主动提的。我知道不是你主动提的，但是如果我是你，即便在他面前，我都不会对那个口红多看几眼。你在他面前表示出来了，你想买吗？他固然有他的问题，我刚才说了，不要轻易的许下承诺。那你呢？你要是真心心疼一个男生，你明明知道他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你明明知道他母亲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他回去只是帮衬父母，你明明知道，你撒个娇说你不陪我也就算了，你难道还真生气呀？
如果你明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条件，那你就要尊重他这种条件。这种尊重之下是有情人之间的心疼的，你有吗？因为今天从头到尾你描述的那种种问题，我们都感觉你只心疼你自己。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他，你就应该懂得去心疼他。男生也是一样，知道自己是谁。如果说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捧一个娇滴滴的女朋友，那我们就像老师所说的，找一个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口袋掏出来，告诉他我只有这么点钱，但这么点钱当中，我愿意有你一口吃的，也有我一口吃的，但我绝不吹牛说我还能给你买更好的。明不明白？知道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是谁，对方是谁，就这个。好，谢谢涂老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谈恋爱是为了什么？在那段关系里面，你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在女生的心里，恋爱就是开心、愉快和享受，它就够了。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恋爱不仅仅是这些，还附加了一些责任性的东西，对吧？你看，这两个人在恋爱的认知上就有分歧，为什么要谈呢？为什么要这么吵呢？不就是吵这个吗？其实在我看来，就一个核心的东西，我找的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嘛？你想清楚，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换而言之，你想在这个爱情当中，你最享受的是什么？男生说我谈得很累，我很苦，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在你们2年的恋爱当中，到底是快乐多还是痛苦多？到底是开心的时候多还是流泪的时候多？想到那个人是温暖的多还是伤心的多？你们把这个东西想一想，你们就知道这段路应该怎么走了。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60秒。跟你谈这么久，其实我们中间虽然说出现过很多矛盾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去解决，好好走下去，因为毕竟这些我们还是可以解决的嘛。我也不想到最后闹得谁都不好。虽然你经常不能陪我，而且呢也不会把我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但是我当初就是喜欢你的善良，你的耐心，你的细心和包容。但是这些问题呢，你还是得改改。我觉得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1分1秒，似水流年。围巾和那个星星是吧？谁来讲讲你们放的是什么记忆啊？那条围巾是他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那天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是借了朋友的手机吧，装作快递员叫我去拿快递。结果到了以后呢，我看到是他，看他手上拿起条围巾嘛，他跟我说这是很早以前就想织给我的，织了很久很久。那时候他送我这条围巾带给我温暖，但我现在想跟他一起有这份温暖。女生放的是什么呀？那个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花了好几个晚上给我一颗一颗折的星星，他还特意的放了一小瓶香水在里面，打开就香喷喷的。特别有感触。就为什么大家拿回忆的时候，你发现都是恋爱初期的那个回忆？所以人们常说一句话，他一开始的时候对我那么好，后来怎么就那样了？到底是为什么？大家仔细琢磨琢磨啊！来，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关门，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了吧，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接下来我们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谁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能独家？有谁能取代你在？来，请亮灯啊！送给你们啊！祝你们快乐啊！谈恋爱好快乐！我要同时你出现，我一定还在沉睡。爱情当中的人，你们就享受在爱情里好好的去谈它，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曾经的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理解我，支持我，鼓励我，但现在却变了。我一直都很珍惜你，所以我也尽可能的对你好，支持你的梦想，是你还不知足。为什么你不相信我能赚大钱，能成大事？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如果再这么执拗下去，听不进劝，我们也只能分开。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王28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女嘉宾小韩34岁，来自河北，美妆店老板。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你们俩在一起，据说是谈了2年了，是吧？是的。啊，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是吧？还是参加朋友聚会认识？怎么认识的呀？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哦，谁追的谁呀？是他追的我。今天来是为什么呀？我们不是在一起2年了吗？一直感觉都很好。就是男生吧，他总想创业。刚开始我是支持他的，然后给他投钱什么的。可是问题是，他每一次都赔，我就不想再让他这样下去了。哎呀，创嘛，陆琪老师都创了10几年了，还在创吗？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然后我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我觉得就影响了感情了。就是因为创业这点事儿哈。小片里面你说的特别棒，我能干大事儿。你打算干点什么大事儿？什么都想干，只要挣钱。什么都想干，只要挣钱。那您干的可不是大事儿，您就想干挣钱的事儿啊？都干过些什么呀？开过饭店啥的都干过，反正基本都是与餐饮有关系的吧。现在我就不赞成他去干这些事情嘛。为啥不赞成？人家有理想干。因为我觉得他不具备经商头脑。你怎么能说人不具备经商头脑的呢？是这样的，就是自从他和我认识以后嘛，因为我比他大6岁嘛，而且我还离过1次婚，所以我就觉得吧，有他这样一个男生追求我，我感觉我应该好好珍惜他嘛。然后一直以来我都对他特别好。他很早就进入社会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但是他这人吧，心气特别高。然后总觉得他将来能干大事。你说我作为他的女朋友吧，我觉得一个男生有事业心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作为女朋友应该去支持他。是。刚开始我就特别支持他，就是第一次创业嘛，他想和朋友合伙开一个麻辣烫摊儿。他朋友说他朋友祖传秘方。他当时给我描绘的特别好。将来了肯定能干大，都能贯成全国连锁那样。是。当然我倒是说对这个未来不是特别在意哈。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次创业嘛，支持一下。支持。然后就给他投了1万块钱。就投了1万是吧？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小摊儿嘛。还挺好。结果呢，他却被骗了，1分钱都没拿回来，都连那个出摊的那小车都赔进去了。那哥们儿骗他个出摊的车干嘛？什么情况？就是都赔进去了吗？那我平时不也花点干干零活啥的，多少的不也还你点吗？还了多少啊？还了几千块钱呗。几千？3、2千块钱。3、2，那还不够利息的呢嘛？要这么算下来，行，这事咱们就过啊。主持人，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创业嘛，我感觉你说万事开头难哈。是。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嘛。必须的。对。然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还安慰他，我说没事哈，咱们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对。这件事以后，我也是出钱支持他，又干了其他的一些小生意吧。但是都以赔钱收场。然后这时候我就感觉他
真的根本都不具备经商头脑啊，是吧？照他这么折腾下去，你说多少钱也不够啊，是吧？有点害怕了，是吧？对对对，那我心里就没底了，是吧？本身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也不是说图他钱，是吧？他本身也没钱。对对对。对，我就特别希望他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的，是吧？然后我都多次跟他说，想让他放弃创业的想法。他根本都听不进去你就整天跟我讲什么成功学，听得我头都晕。马云想当初跟他10多个同学去肯德基应聘，结果他10多个同学都被应聘上了，就他没被应聘上但是人家不靠自己一步一步的，现在不也成了阿里巴巴的总裁了吗？我感觉失败都是成功之母。马云失败是拿马云自己的钱和马云自己的精力在失败当中历练。你是怎么失败的？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失败的？就是你看钱有他出了，那个合伙人是哥们儿是朋友，你在这些买卖里干什么？就是他走了呗。谁走了？把钱财都给我骗走了呗。谁把钱财都骗走了？就之前的那个，不是你，怎么就骗走了呢？就是他总和我说，就是说那个他是谁？就是我前面那个对象。你前女友你先说你那饭店是跟谁开的？跟他开的。跟前女友开的饭店钱是谁出的？钱是我出的你出的饭店是谁管理？他管理。你出的本金有一个管理人是您的前女友后来这饭店弄黄了黄是因为什么？黄就是因为他给我骗了嘛，骗了，随后都是说东西都是他的了，把我骗了就前女友把这个饭店给收了呗，把你给踢出来了，是这意思吧？对，你觉得受害了是吧？对。现在你想让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对，但是你还想创业是吧？对，就是他吧，一直不死心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我就是我白天从店里的时候，天天去给我送花，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准备一下什么烛光晚餐呐，然后没事的时候整个小礼物。就是想，让我赞同他去做生意嘛，整天的从我耳边叨叨，然后我就心又软了一下。他又说想跟朋友合伙干点生意。我问一句你自己做生意不就行？你干嘛求他呀？钱不够呗。想让他投资是这意思吧？对，找投资人呢，找银行贷款呀，你不能老逮着一只羊薅毛是吧？给没给钱？给了，然后这会儿他不但借我的钱，把自己的那点家底全部打上了，然后结果不出所料还是赔光了。这个买卖关键是还差点钱，差了点钱我让他给我补，但是他没给我补所以反正我赔的反正一塌糊涂。就如果当时要再给您追投一下的话，您这买卖就起来了。对，完了随后他还把这点事赖我身上了。那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现在他不是这些事情以后吗？我就坚决是不让他去了。这会儿我就给他找工作，拜托我朋友，都是已经跟人说好了，他直接去都行，上班去都行。结果呢没去，都因为这个就把我朋友都得罪了。为啥不去啊？我感觉这我有那能力能做好啥，我都不想去他给我接着那个地方。行，我明白了就是从没看上那工作，是这意思吧？对，我就想自个儿干，凭自己的努力。有志向，有志向不是我有一家那个化妆品店吗？他就说，要不然我去你那个店吧。我觉得想当管理什么去吧，他觉得到我这个店也能发挥一下他能力。这个未来在职业职场简历里面又写一笔了。我曾经开过一家美妆店，去吧。那你说我对他能力确实是不咋信任但是你说他现在，你说整天无所事事的找班也不去是吧？我想来都来吧，可是我没想到他来了以后，人家真是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改了。说我们家那个 logo 太土，而且呢说我这个经营模式也有问题去您那儿管理了多久了？就是他来的时候大概有3、4个月这样的时间吧。怎么样？业绩蒸蒸日上？没有，然后你根本都不懂管理。不是，你拿业绩说话嘛？就他接这个店管理了3个月之后，绩效怎么样嘛？效益怎么样嘛？不咋样。然后吧，人家过了一段时间人走了，因为他不懂管理。完了我说他，我感觉我的经验就是说，这是自己家的店，要是说别人想问我，我都不可能告诉他，这都是商业机
几密啊。我感觉他的这样都是说，为啥挣不着大钱，都是有这些问题。但是我给他指出来了，完了他还就是说埋怨我呗。真行，我还挺佩服你的。你还信呢？我不信啊，不信。不，但是他是他自己走的啊，走了。是这么回事儿啊。他就是总认为比我那个能力高嘛。这个倒不是说因为那个啥，我不让他来的啊，是因为啥事儿呢？我是感觉他跟那个店里的员工关系太暧昧。他年龄比我小嘛，就是我们店的店员，就是年龄跟他差不多，有的还比他小啊。然后他就特别喜欢那种年轻漂亮的小员工，老跟人待在一起，就整天跟人家聊这个聊那个的，开导人家的人生，就感觉他好像是人生导师的啊，整的我们这群小姑娘还挺崇拜他。你说我都想了，你说你咋有那么多话跟他聊啊？我咋没看见他这么跟我聊天啊？那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很多回了吗？我跟那些员工只不是都是谈工作啥的，偶尔啥的跟他们开玩笑。开玩笑也不就是为了团队建设吗？完了随后他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也不相信我的能力，现在还怀疑我的人品哦，所以你想跟他分手是吗？没有，一个做大事的人，别人既瞧不起他的能力，又怀疑他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人品，他居然还不分手。哎呀，我想不明白啊。心里有个结儿，心里有什么结儿？其实我跟他们确实是没有那，就是你不是不想分手吗？他都觉得我冤枉他了，人家一气之下就走了，就感觉我污蔑了他的人格那意思吧。然后就天天从家待着，然后白天上网啥也不干，就搁你那儿待着。我以为他离开你了呢。没有，至少就是离开了店回家了。那倒没有啊，反正就跟我置气嘛。然后我晚上回来了，还跟我发牢骚，说我变了，不像以前那么支持他了，还说那个将来赚大钱了，我总有后悔的一天。我现在我就感觉我班上不好，那个觉睡不好，我都感觉我就身心特别疲倦。哎，你们俩这关系，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吗？主持人，你一说这件事情，又说到了我一个痛点了，就是结婚这件。你们关系里怎么那么多痛点？问一句就是一个痛点，有不痛的。这件事我真的是很寒心很痛。就是我比他年龄大嘛，然后他结过一次婚，然后就是他父母吧。就特别不同意我跟他在一块儿我过年的时候都不让我去他们家。这是他传达的还是你去了他们家，他父母说我不见你？我男朋友给我传达了，就是父母不想见我，就是因为听说他比我小，然后我还总给他投钱，然后都赔本嘛。我父母还觉得他特别不靠谱呢，就劝我别跟他从一块儿，就是我父母也挺反对的。所以您今天来这儿是干嘛？就是我从心理上就是应该是还是要比较珍视这段感情的然后我曾经也跟他提过，就是说虽然说父母现在不同意吧，因为将来生活的话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先把这个结婚证领了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就是肯定是不同意呀，因为我觉得吧，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也是全心全意的对他也不想图意他什么，也不非得说希望他能赚多少钱，从情感上从各方面来说我都付出的挺多，然后他总也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就感觉我特别寒心。但我感觉我父母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他们现在不同意我，不现在也是说正跟他们说同意分手啊，那么孝顺父母。父母不同意我可以说服他们。说服了吗？说服正在说了呢。啥时候说的呢？天天在家里打电脑。我不都是想挣点大钱，完了多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开心，他们开心不都同意我们俩事儿了吗？如果你挣不到大钱，你们俩还结不了婚了，是这意思吧？完多少干点事儿，多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开心呗。行，您今天来，我还没听明白您要来干嘛？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总是说等着赚大钱了说才说结婚什么的吗？他要是再这么固执下去的话，我感觉我就不想和他再走下去了，我就是挺好啊。那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呀？想得很明白。但是必定说跟他在一起时间这么长了嘛，就是还是想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你让老师帮你分析什么呢？其实我从心理上来说，还是说就是让老师们开导他一下，让他就是把那个说点实话吧，对，就这意思吗？我是真的舍不得他，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是真又受不了他呀。
你们快帮我把它改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哎呀，我就幸福了，是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是一个能成大事儿的人吗？我觉得不具备的。在你跟他恋爱之前，他坚持做过哪一项工作超过1年以上的有吗？应该是没有吧。好，也就是他在跟你之前也没有做过大事儿，在跟你之后，你也看到他不具备做大事的能力。所以我想首先说你的问题，我觉得34岁又经历过婚姻的女人，应该懂得什么样的男人是有责任心的，以及什么样的男人是希望能够跟你组建家庭的。那至少在这几个条件当中，这个男人，第一，他希望家里边变得更富足，而不会把家里边的钱掏空了往外投。这个男人至少在你眼皮底下，在你的公司里边，不会随便跟你的员工调情。如果他这些都做不到，那至少这个男人不具备跟一个女人结婚的条件。除此之外，你还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的关心和安慰。他至少可以给你做顿饭吧，我没有听到，所以你到底图的是什么？我觉得你第一个你贪图他的，无非就是他所有口中的口出兰花，空的梦想。那第二个你能图他什么？不就比你年轻一点吗？吃软饭至少有一点尊重他呀。我没有看到你对他有任何的尊重。在家里边你没有尊重他，在他的公司你没有尊重他，在他的朋友面前你没有尊重他。你明明知道她是一个34岁离过婚的女人，你明明知道她是一个未来想要婚姻的女人，也许她还想要有自己的孩子。你明明知道，应该这2年没有去见过她的父母吧？她如果真心想跟你结婚，2年还不见你父母吗？第二个，你觉得他对你好是应该的，而且他比你大。并且他还离过婚，像我一个28岁的都没有结婚的男人多好啊！所以你觉得他亏欠你了？也许他的这个现在所谓的叫什么美容店关门了，你才会真正放开他。所以姑娘，如果你真的想要的是爱情，爱里边是要用心的。所以你现在没有爱情，待会儿进门出去不要再留恋一个不停地敲诈勒索你钱财的男人，而从来没有给过你爱的男人。好，谢谢周老师啊。作为一个19年创业失败的人呢，给创业者和创业者的家人们啊提一点我的分享。首先，第一个，自己毫无管理经验，说别人不懂管理的，自己一点钱都没挣，说人家不会挣钱的，基本上都是成功学的受害者。成功学的能力和商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成功学教给人的是怎么去激励，商人的能力是怎么赚钱。所以很多人学会了怎么激励人，但没有去学会怎么赚钱。第二个啊，我跟你说一句啊，创业的底线是自己能养活自己，你自己能养活自己。越是游手好闲的人，就越是满怀抱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最有时间空谈。真正的一个创业者，就跟你一样，干活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空谈？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可能是因为自己离婚了，所以觉得我要迅速的找一个人来爱我要迅速的找一个人来结婚。但你到底有没有想过结婚是什么？你有想过你未来赚的每一分钱都要跟他分享吗？你有想过万一以后你生病了怎么办吗？你有想过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他可以承担的吗？他是一个真心实意想要结婚的人吗？婚姻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不能因为你离过婚，所以你就觉得婚姻就无所谓了，我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娶我就行了。不是，越是离过婚，越是经历过，你就越要知道婚姻的重要性，婚姻的严肃性，他是一个合适的人吗？你要考虑一下。就这样，谢谢。好，谢谢刘琦老师。其实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你现在没有赚大钱的本事，也没有找到赚大钱的门路，而你却找到了一个确实在这个阶段你认为适合自己的女人，因为她不嫌弃你，她还想嫁给你，她还愿意负担你，这个女人找得好啊，特别适合现在你。但是我请你不要那么自私，你认真的想一想，从我们一生的角度，从爱情家庭的角度讲，你真的想要和这样一个女士结合吗？和她共度余生吗？我看你现在种种不像，
如果一个真的决定结婚成家的男人，不会在家打游戏让女人去赚钱，自己一点都不努力，能做大事的人至少要厚积薄发。你积累了什么呀？所以如果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的生活，自己都不能把家庭的责任、把事业的追求放到一个踏踏实实的角度去做的话，何谈成家呀？所以找他你合适了，只是合适的这个阶段，我并不觉得你真心想娶她。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小人常立志，君子立长志。可能很多人呢都搞不清楚，说你图这男人什么？帅也长得不帅，才华也没才华，又不尊重你，又不珍惜你。其实你不是爱他什么，你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分不开，是因为你曾经付出过。很多女人就是这样。其实我挺想和你在一起，但是我父母那边，确实我可以慢慢说跟他们谈呗。刚才嘉宾说我贪恋你年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贪恋的是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发现这种快乐的感觉已经不见了，更多的是痛苦。如果你老是这样执迷不悟下去的话，我觉得我真的不想再跟你继续下去了。好，请亮灯。说说吧，书和放大镜背后什么样的记忆？我给他放的这几本书都是一些名人的传记，因为他不是经常跟我讲成功人士吗？希望他通过这些书籍真正领悟成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希望他能够真的体会到底怎么样才能成功吧。你那个是什么呀？其实我内心是想跟他好打耳朵的，但是我父母那不同意，我就想让他拿放大镜能看透我的心是怎么想的。明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啊，你看，请回，请回，请回，请关门吧。啊，来看他们自己的抉择，请开门。行，这个结果是最好的结果，从此新的开始。啊，
对一段情感告别。这边我们给他一个好的解读，就是经过老师们的教导，他终于明白了尊严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不代表不爱，而是爱的资格。有网友提问说，我和老公结婚了要买房，婆婆让我出1半的钱付首付，我说我钱不够，她让我管家里借，我不想这么做，我该怎么办呢？我在想，你是不想去付这套房子的首付，还是对这段婚姻已经打了退堂鼓？送你一句话吧，结婚别折腾，折腾千万别结婚。祝你幸福。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